所以市长，你看这一张，这个纽约中央公园的一个这个图片，是我们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所以市长，如果新北市呢，也可以有好几座这样的大型的森林公园，您认为如何？这个很棒啊！我先前为了保留淡水公溪公园，亲自写信给侯友宜市长。新北市府也回复了函文，稍后会讨论。日前在自救会举办的说明会上，专家明确指出，消防车的交通动线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居民们更担忧警消大楼规划并未充分评估未来淡江大桥通车后所带来的大量车流，以及对公园生态的冲击。可以选到别的地方去，不是不行，要不要做而已。把它放在这边。这个绿树公园不只是可以让城市的绿美化，对于降温、对于鼓励市民的运动都有很多的好处。尤其市长我想你也一直在鼓励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要多运动。所以呢，市长我就让你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张投影片所以市长，你看这一张这个纽约中央公园的一个5年前的议会质询上，陈伟杰议员指出，世界各大都会都有森林公园，台北有大安森林公园，新北市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绿肺。侯市长当时也表示认同，并承诺会纳入未来规划。那接下来最后这一张是我们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它的面积有26公顷。我非常喜欢，尤其越大型的公园，绿地越多，让我们的整个绿化健康更健康。然而，如今的规划却反其道而行，不是守护森林，而是要在公园里盖大楼。今天的夕阳超美的哈，你可以看得到天空。我于上个月写信到新北市的市长信箱，收到回函如下：亲爱的市民朋友，您好。本府消防局回复：查本案于提送都市设计审议时，即已由审议委员审查并评估对公园生态影响，决议本案移至基地位置，并限缩建筑面积。内政部政策开发淡海新市镇，并规划新建健全交通运输系统，如淡海轻轨捷运、淡江大桥、淡北快速道路等路网，已有大量人口移居及建筑物高层化、集中化之趋势。相对的，区域救灾救护需求迫切增加，评估邻近消防力，实有增设消防队之必要，以因应淡海新市镇之灾害预防及应变处置灾害之需求，以缩短救灾时效。我的回应如下：限缩面积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在国家公园里盖一栋小一点的大楼一样，依然是错误的方向。自然公园的生态价值在于它的完整性，不该被切割牺牲。我们绝对支持增加消防能量，但限制交通受限，消防车出勤反而受阻。因此，我们呼吁市府重新选址，让市民同时拥有安全与生态。本府警察局回复：本警消新建厅舍工程，乃为因应淡海新市镇产业及人口快速发展，
新建现代化警消厅舍，提升警政效能及消防救灾能量。基地位于淡海新市镇中心位置，警消人员可于最短时间赶赴淡海新市镇周边地区，可有效缩短救援及服务时间。本工程相关设计部分，业经内政部都市设计审议委员审查并评估对公园生态影响后予以核定。有关树木保护部分，树木移植及移除计划业由主管机关本府绿美化景观处核定。日后厂商将确实依核定计划内容施工，以兼顾树木保护与新建厅舍两者之衡平。应该是就要运走了哈。我的回应如下：我们支持提升救灾能量，但专家指出，现址交通瓶颈严重，反而会耽误救援黄金时间。这与市府强调的缩短救援时间背道而驰。审议通过不代表决策正确。百年原生大树与完整的公园生态无法被移植取代。真正的衡平应该是找到不破坏生态又能提升救灾效能的方案。因此，重新寻找更适合的地点，才是兼顾救援效率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做法。荒野协会职工罗金国指出，宫崎公园拥有珍贵的生态与完整的地形水文。调查也发现多样物种，他忧心警消大楼一旦兴建，将破坏原始环境与水道，让公园失去价值。他呼吁当局重新选址，不该为了一栋建筑牺牲这一片珍贵的自然公园，让它最终只剩一片荒野。因为准备的是楼盖的话，就是过来就开始加70。那如果是70的话，它出去 OK 也是一样啊，还是可以维持大概30公里出库。那如果没车的话，那一样。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副理事长林志学指出，规划中的警消大楼出入口正对轻轨，消防车无法直接左转，只能绕行回转，尤其70公尺云梯车回转困难，不仅造成严重交通冲击，更让消防出勤面临高风险。他强调，在分秒必争的救援中，这样的设计必然延误救援黄金时间。他也举日本广岛市消防局为例，他们的地点就没有这方面的交通问题。那他在广岛市的消防局南消防局这边，刚好有一个站，它门口刚好有一段就是消防车的出入口对它的情，只有2线道，而这2线道其中有1线道。张玉律师直言，这样的选址根本是拿人命开玩笑。警消大楼正对着轻轨站，前方只有2线道，消防车若要回转，不是被迫在车阵里苦等，就是得强行鸣笛穿越。想象一下，在分秒必争的救援时刻，却因为动线受阻而延误，这代价谁能承担？这不仅让消防人员陷入危险，更让整座城市失去最关键的守护。选址可不可以选到别的地方去？不是不行，要不要做而已。把它放在这边。这位在新市镇生活多年的居民满是忧虑地说：“轻轨设置后，这条主要干道已经被挤压到只剩2线道，若在这里再盖警消大楼，消防车出勤势必受阻，救援恐怕延误黄金时间。对居民来说，这样的选址既不安全，也让人难以安心。”各位，台湾的城市2声道的一半也会道路水。那我可以跟大家报告，这个公司频道17号是捷运专用区，那它是适用率。这位居民无奈地说：“其实还有其他更大、更适合的私有地可以选用，为何偏偏要牺牲这片绿意盎然的自然公园？难道只为了新建一栋大楼，
要把百年原生树木和动物的栖息家园全都铲平吗？的1000坪，高达1000坪哦，而且树木长得非常茂密。你要把它夷为平地，改成水泥，我们明知道它是一个错误的。这位居民无奈地质问：这里交通明显不适合，警车、消防车出入都会被耽误，市府为何还要硬盖？难道公共安全和生态价值都不重要了吗？连在场的郑宇恩议员也不禁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可以紧急拖车吗？我们大家也都这么关心这个生态以及交通的状况，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吗？30年前，淡海新市镇被规划为一座生态城市，本应让发展与自然共存，守护像宫崎这样的生态公园。遗憾的是，如今却走向冰冷的水泥丛林。现在，宫崎自然生态公园更面临警消大楼的威胁，不仅要砍伐100多棵大树，夺走猫头鹰、五色鸟与萤火虫的家园，连交通选址也异常不当，造成紧急设施车辆延误救援，并让连外交通与城市未来发展都深陷其中。但我们仍有希望，让10年前的生态风貌重现，湿地再生，萤火虫飞舞，孩子追逐光影，湖畔传来蛙鸣，鸟儿再度归来，市民能走进森林的怀抱，倾听虫鸣鸟语与微风拂叶的乐章。相信我们一定能与自然同行，与万物共生，让这里再一次成为生命蓬勃、充满希望与笑声的家园。同时，在1年内另寻警消大楼最理想的地点设置临时据点，才能把握每一次的交通救援时间。